滞留在中国金塘港7个月、运载澳大利亚煤炭的印度商船于1月18日抵达日本，进行船员变更。所有船员将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内飞回印度。船运公司表示，该商船在几天之内将换人返回金塘港，重新排队。这艘商船为何仍不死心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聚节地理，带你走遍世界各地，探寻地理的奥秘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澳洲这批煤。有很多朋友会很疑惑，他们如果不死心的话，为何还要更换船员呢？一直排着队不就好了吗？更换船员除了与船员出海最长时间为11个月的法律规定有关外，还与船员的糟糕情绪有关。据悉，由于滞留时间过长且疫情期间船员禁止下船，在2020年底时，精疲力尽的印度船员便曾向澳大利亚政府喊话，希望发货方澳大利亚能与中国健康对话，尽快更换船员。而这艘船2020年5月24日载着煤炭从澳大利亚出发，同年6月13日抵达中国港口，至今已滞留超7个月，也被外界比喻为最惨的那艘澳洲运煤船。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原则，中国相关部门除了一直在规定允许范围内向有关船员提供便利，希望能帮助这些印度船员回家。之前中方拒绝澳煤炭入关之后，并未对这些船做任何的限制，允许他们返航。但是澳煤炭企业不愿意损失利益，要求船只继续停在中国港口外，有点你不收我不走的意思。不过我方的态度很明确，不会进口这批质量不合格的煤炭，不舍得离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先滞留中国港口的70余艘澳洲运煤船中，现在仍有55艘在中国港口附近徘徊，等待着中国回心转意。澳大利亚声称，之所以有这么多澳洲运煤船停泊在中国港口附近海域，主要是因为中国限制澳煤进口。对此，我国早就予以了回应。中方表示，中国将依法加强对澳煤的质量安全检查和环境项目检测。我国强调，此举符合中国法律法规，符合国际惯例，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商品。由于我国有理有据，因此尽管澳大利亚方面非常的焦虑，也无话可说。为了促使中国早日允许澳洲运煤船清关卸货，澳大利亚曾经委托英国路透社炮制假新闻，声称中国正在考虑允许滞留中国港口的澳洲运煤船清关卸货，结果遭到了中方否认。最后无奈之下，澳大利亚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，规避中国的制裁。70多艘澳洲运煤船中的约20艘辗转前往印度、巴基斯坦甚至中东，在当地通过复杂手续变更了煤炭生产国国籍之后，才开赴中国港口售卖。由于这种方式代价不菲，并且运费也不少，因此仍有55艘澳洲运煤船在中国港口外徘徊，哪怕已经等待了7个多月，找不到下家。澳大利亚之所以仍坚持排队，与其找不到下家有关。随着日本、韩国也接连宣布了碳中和目标，两国的煤炭进口也将逐渐下降。其中，日本还是澳洲煤炭的第一大金主。随着日韩能源结构转型计划的展开，澳大利亚煤炭行业很可能会因此面临巨大的损失。在此情况下，澳洲相关机构指出，在截至2021年6月的一年中，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大市场出口减少，则该国煤炭行业将面临约合9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损失。如今中澳经贸关系变化之下，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商品正逐渐被其他国家替代，其中就包括美国，后者的龙虾、小麦、大麦、玉米正在加速抢占澳洲相关商品在华市场的份额。也正因此，澳媒评论，澳大利亚不能再上美国的当。我国对澳洲煤炭禁令不松口的同时，我国还正式发布消息，计划与俄罗斯、蒙古等国进一步加强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，以扩大我国与俄蒙在煤炭等资源领域的贸易。以蒙古为例，2020年前11个月，中国已进口蒙古煤炭2677.17万吨。而除了我国主动伸出橄榄枝的俄罗斯、蒙古、印尼、加拿大等煤炭出口国也加紧来华抢占市场。可以说，澳煤已前途渺茫。而我国自提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，我国各省纷纷以行动响应国家计划。目前全国已有22个产煤地区在2020年关闭退出了合计600座煤矿，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共超过1.5亿吨，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的能源结构。由此可见，未来中国在煤炭消费方面的力度将会呈现减少。这对将煤炭视为第2大出口商品的澳大利亚来说，明显是个坏消息。如今，澳大利亚不管如何耍赖，不愿让煤炭船离去，中国都不会松口。
而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，还是要看澳大利亚一方的态度。澳大利亚想要挽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与我国合作，要拿出诚意来表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何看法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喜欢的朋友请点个赞，关注一下。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。